青山宗有令，自今日起，青山宗外3000里内禁止随意出入，非请擅入者，格杀勿论。有人的地方就不太平，不太平的地方就一定有我。世间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如果有，那就2顿火锅。现在这句话，在我们名都很流行，说是从朝歌传过去的，但我却觉得应该是益州。你也知道，名都那地方终年都不见阳光，潮湿阴冷，谁不喜欢吃火锅？这个男人叫殷三，你们地上的人阴天喜欢吃蘑菇第3，一个莫名其妙装腔作势，又看似极其普通的民不妖人。我现在就想吃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然后回去吹他有问题。这有什么错？行，这位师妹，我承认自己留下来就是想看热闹，但这可是景阳真人要飞升啊！整个修行界谁不想看？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收拾我？不至于吧？哎，打个商量，能不能麻烦你松开这东西？就算你不放我走，但也让我先吃2块。这锅里的毛肚和黄喉，再不捞可就没法吃了。名不妖人来我青山宗招摇，死有余辜。千史万族。见过老师。景阳师叔祖飞升在即，如此紧要关头，怎么还能让名不妖人在此招摇？大约，很不错。你们收拾完便离开，莫扰时间太久。弟子明白。你们快看！梁峰的师兄们回来了。这是果城寺的禅子，禅子也来了。那玄灵宗的老太君呢？估计一会儿也该到了。想不到景阳师叔祖飞升竟有这么大阵仗。你懂什么？整个朝天大陆已经1000年没有飞升者了。这可不光是咱们青山宗的大事。只有像景阳师叔祖这般心无外物、断情绝性的修行者，才能去往难以想象的境界吧。可这对青山宗、对朝天大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大祭司，还有祖门师叔祖飞升。掌门出现了！那是西海殿神。斩天！难道师叔祖要用自己的剑强行展开一条通天之路？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，青山不朽，万古长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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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世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事情发生，这无数的事情，其实都可以归为3类。第一类是需要立碑纪念，以传万世不朽的大好事，比如青山宗景阳真人的飞升。第二类是人们都不愿提及，拼命想要掩盖的坏事。比如，青山宗剑狱里某个老魔头越狱。最后一类，就是那些极为琐碎的小事，小到不值一提，没有人会记得。比如，殷三的死，以及景九走出石室。很多年以后，人们才会发现，这些原本就是同一件事。真烦，有些羡慕你，可以好好休息，我却还要再忙这多年。人不可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里。
抢不着，不给，哎，来呀来呀，好。哎呦，哎，这娃怎么生得这么尊啊？他不是朝歌城里的公子吧？可不能瞎说。我看他白衣飘飘，一身仙气，莫不是仙师吧？哎，可算了吧，仙师能来咱这穷乡僻壤？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村长来了。村长。拜见仙师大人。拜见仙师大人。你们好，起来吧。仙师好，仙师好。我要在这里住一段时日。我们这个地方，这能行吗？不用不用，仙师肯留下来，便是我们的福气。只是寒村贫苦，实在找不到能让仙师清修的住所呀。这。你住哪里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子。那时我正好10岁，名字还叫刘宝根。他觉得我的名字不好听，就给我起了个新名，叫柳10岁。当时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，爹娘却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福气。公子让我教他铺床叠被、洗衣做饭、砍柴种田。就是这些，我没记错一个字，至今难忘。当时我真的非常惊讶，不知道为什么公子这样的人要学这些。然而，更加让我惊讶的是，所有的这些事情，公子只是看一遍，就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了。就到这里了。啊？我只是想学，并不喜欢。就算化凡修行真有道理，也不适合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懒，而且不擅长。那公子，你擅长什么？切断。难怪您切菜切得那么好。公子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景九。景九。水井，地久。井水不犯河水的井，不如意是长8、9的9。
读过书？村里曾经有位先生，去年走了，听说是想去县里考童生。我也读过。不懂就来问我。谢谢公子。您是不是心情不好？不停做同样一件事情，很难不烦。如果那件事情是吃肉的话，明天开始，换我教你吧。花开花落，不过是天地秩序的周而复始而已。日升月落，循环往复，不过如此。掌门师弟，师尊是借雷魂木，使冥部转魂之法逃出剑狱的。我青山之中，只有碧湖峰藏着雷魂木，今日那儿恰巧少了2根。身为峰主，雷破云必定脱不了干系，但他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剑狱，将雷魂木交到师尊手中。所以，必有同党，得彻查。师兄，小师叔刚刚飞升，峰里又出了这等事，你若是彻查，必定人人自危。如今是多事之秋，当以大局为重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最后2次，呼气早了。知道了。还是有些不习惯呀。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公子，您不是睡觉吗？怎么还睁开眼睛了？我在推演今后3年。那您平日里都在摆弄的那一盘沙子，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推演今后3000年。3000年？如果你冥思苦想，耗尽心神，用无数时间写了一篇极佳的文章，觉得此生再也写不出这般好的文章，结果却不慎让纸稿落入灶中，被烧成灰烬，你如何想？不敢想，想着便心疼。不是疼，是痛，很痛苦。那个人只能重写了。是的，除了重写还能如何？可是原来文章里的精彩词句，还有那些精妙典故都记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记不起来自然就不重要。
记不起来的词句典故，如何谈得上真正精彩？再写一遍，必然是篇更好的锦绣文章。那，公子您推演出了些什么？今后3年雨水咋样？时间到了。啊？我姓吕，青山宗南松亭门师，负责培养新入门的外门弟子。100年来，宗内不知多少良才皆出自我手。数日前，我得知，在这个柳家村有一个叫做柳10岁的孩子，是天生道种，100年难得的修道良才。于是我亲至此地，一探究竟。然而此刻，我却被他身旁的白衣少年深深吸引。我修行多年，好看的人见过不少，可无论是朝歌城里那些世家子弟，还是水月庵里那些美丽的女弟子，都无法与此人相提并论。修行界里流传一句话：极智者不凡。所以尽管他道心尚志，天赋不佳，我还是讲出了那句不知讲了多少遍的话。你可愿意随我修大道，求长生？难道这样就行了？那位仙师不需要时间看看我的品德？心性。对，就是这个词。修道当然只看天赋，心性随年月而变，如何看？难道你还真以为仁者无敌？难道不是吗？书里都是这么说的。当然不是，无敌者才无敌。到了。哦。吕师兄回来了。想着如此良才，总要早些送进宗门才能安心呐。赶路急了些。师兄这话好生夸张啊！我倒要瞧瞧你到底觅了一个怎样的天才。这是我派南门登陆仙师明兴国。入内门之前，你们要呈师书。明师叔。吕师兄，你今朝果然机遇不凡呐。是小的那个。不错，不错，天生道种。不错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进来啊！来。
姓名？60岁。姓名不是年龄。我就叫这个名字，不可以吗？别说10岁，你就算想叫万岁也行。你呢？京九，朝歌人。你虽然资质不佳，但只要勤加修炼，也会踏上大道的。啊，10岁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是主仆。天生道种居然与人为仆，不管他们以前是何等关系，但一入山门，凡间事便再无意义。难道你没对他们说过？今年新收了不少会是交系统的交件，我肯定也能。是的，别说了。律师，就等你们2人了，赶紧入列。公子，仙师是怎么来的？路上没见他超过我们呀。哇，这人好帅啊！跳的公子长得这么好看。哇，快看，这谁呀？好身材，好俊啊！就你吧，不知道是。哇，这人怎么这般好看？这张脸是怎么生的？气度也不凡，说不定是朝歌来的贵族子弟。你不觉得他的耳朵很怪吗？好可爱呀！这里是入门口诀，你们要好好研习。世间修道者众，各派功法各殊，境界划分不一，本质并无区别。我青山宗大道至简，共有3层境界，分别为初境、次境、大境。初境分为2个阶段，一为有仪，2为报神。报神境圆满，可参加内门考核，通过后入内门喜剑阁学习，可称喜剑弟子。此时才算真正踏进了修行的大道。知通守一为次境，喜剑西弟子入知通可取剑，知通境圆满，可御剑飞行。而至守一境圆满时，剑完必产，可参加成剑大会。若表现不凡，可被九峰收入峰内。此后的境界皆为大境。当进入无章境后，剑完大成，可收剑入体，是为修行界真正的强者。而你们现在要学的是出境法门，我希望5年之内，你们都可以报神圆满，进入内门。60岁。您叫我？不错，你的资质极佳，是为天生道种，更要努力修行，给我青山宗一个惊喜。他是天生道种啊？不会吧？咱们青山宗天赋异禀的弟子无数，可这些年里也没出现几个天生道种啊。是啊，除了赵腊月师姐，便只有天光峰上那位，由掌门大人亲自收为关门弟子的卓师兄了。
柳师弟，我叫薛勇哥，你可以叫我薛师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间小院歇息，你准备挑哪间呀？若是不怕夜袭生烦，甲4间倒是极好的选择，离剑堂近，能够时常请教仙师，而且院外种着一片正阳花，花香清幽，颇有正义敬神之效，与我等修行颇有裨益。薛师兄，谢谢了。各位师兄师姐，请让一下。公子，等等我。天生道种居然给人做书童，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转身未曾万物空，只是已经多少年。没有意，哪儿呢？就算没有意，哪儿呢？掌门师弟，你究竟是以大局为重，还是心中有鬼呀？今日便到这儿吧。多谢上师。哼，又没来，真是不堪大用。你们听着，修行之道在于勤奋。再愚钝之人，只要肯花时间精力去熬，终有一日也能成就青山九峰。千万不要像某些人游手好闲、虚度光阴，都记住了吗？是。弟子谨记教诲。在外门有一个规矩，弟子们会将修行时遇到的问题一一列于纸上，弟子之间也会将这些问题拿出来彼此讨论。这个柳师弟虽出身低微，但悟性极高。其实，一旦踏入修道的门槛，便是仙凡殊途。若是资质不佳，就算出身再好，最终也只能是碌碌无为。柳师弟是修道天才，与我正当是同道。这些啊，都是我家公子告诉我的。我家公子说了，天权灌顶。薛师兄，今日课上，吕师的话你也听到了吧？你听我一句劝，既然成了修道者，就该断绝尘世的牵绊。你的修行资质远在那个什么叫景九的之上。哼，你可千万别被他拖累。薛师兄，请你慎言。我家公子可是惊天伟地之才，他悟性之高，绝非我们能比。就凭那个懒鬼，
我能解答出大家的问题，那也都是因为我家公子的指点。这不可能吧？他平时连院子都不出，这么懒的人能对修行有见解？景师弟的确有不凡之处，但……10岁，过来一下。哼，过来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把自己当少爷？你终于肯出院子了，以后会不会经常来这里啊？我不是不肯，是懒得出去。哦，汤椅坏了，你来修一下吧。好的，公子。柳师弟，既然景师弟来了，不妨让他也给我们指点指点，如何？哼，薛师兄，你别不信，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家公子的厉害，是不是，公子？公子，我……有些麻烦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子。问题？我看你如何出丑。景师弟，这是我写的。这些都不懂。啊。灵海与剑果之间的关系，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暂时不需要想太多，不然会影响到前期对真元运行的认知，产生偏差。至于当作如是观，我写在了上面。哇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谢谢景师弟。不过就是多看了几本书罢了。景师弟，这是我的。法诀里的引天拳灌顶，说的并不是引天地元气，而是体意相通，如此才能感知到天地元气。你连这一步都没有做到，就想要神识离体，当然是错的。具体应该如何做，我画在上面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多谢景师弟指教。运气，猜呢吧？景师弟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也看看吧，还有我。这句话的意思你理解错了，没可能的。经脉图你画错了，会瘫痪的。啊！你完全搞错了，道主会枯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薛师兄，这回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上师，上师，你又是在做什么？回上师，景师弟正在为我们解答修行的问题。拿给我看看。这景酒悟性竟如此之高。你们可知为何我青山宗对外门弟子只予法诀，不予讲解？是因为宗门想看看你们各自的悟性，好因材施教。今日你们不知缘由，向同门请教，故而不发，但下不为例。是，弟子知道了。这法子太蠢，应该改了才是。居然说青山宗的规矩不对，应该改掉。你以为你自己是掌门呐？若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施教，那必会错过良才。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去看看。哎，在那里，在那儿，看。哎呀！莫非是赵师姐？赵师姐竟然肯御剑了！初次御剑，便能破云动雷，
果然不愧是天生道种。一味求快吗？嗯。不错。恭喜师妹历练成功。这个景九，我承认看错了他。修道多年，他是我见过悟性最好的人。须知我青山宗弟子不可无傲骨，但绝不可能有傲气。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恃才傲物。作为师长，我有责任引导他走向正道。赵腊月确实不错。景九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剑出九风，必迎罡风。想要在修行大道上走得更远，你应该学会如何收敛锋芒。就算想要帮助同门，也可以用别的方法，但不能破坏规矩。那个规矩确实很蠢。你，青荣峰南望出身南寨，不通皇朝文字，当年在外门根本看不懂入门法诀。若无人教他，青山宗岂不就会错失这位天才？这……青荣峰南望峰主的身世不算秘闻，只算是轶事。但他一个外门弟子，却是如何得知？莫非景九是宗门提前布好的棋子？只是这一次落子的，究竟是哪座峰上的师伯师叔呢？接下来的1年里，景九一如既往地躺在竹椅上，没有一点想要修炼的迹象。期间，我曾在某个夜晚来到小院，本着惜才之心，想要为他在青山谋一份差事，但他似乎志不在此。自此，我彻底放弃了对他的关注，将全部心思放在了60岁的身上。时光如水，转眼便是1年。又是春意渐深时，60岁不负天生道种之名，抱神境圆满，前去参加内门考核。考核当日，他体内的真元与剑胎发生共鸣，那共鸣时发出的响声，在整个南松亭回荡，久久未能平息。那日，他成为自赵腊月以来又一个在1年内通过内门考核的青山弟子。迈入朝天大路，修道天才之路。考核结束后，60岁第一时间来到景九面前。景九对他说：“大道险且漫长，少有同行到最后。你已上路，更需专心。此去经年，忘却乃自然之事，莫刻意记起，那般不美。”我才不会忘记。此后，
60岁离开崖平，往返于群峰之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而景九依然躺在竹椅上，任世事变幻，未曾踏出小院半步。冬去春来，转眼又是1年，柳絮满天飘。这一日，景九走出了小院。快看，内门的师叔来了！又有弟子要参加内门考核？你们说，谁会成为60岁之后南松亭这一批里的第2个内门弟子啊？应该是来自乐浪郡的袁师兄。我觉得应该是天赋颇佳的玉山师妹吧。哎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应该是薛勇哥啊。他叔祖可是世岳峰的长老。薛勇哥自幼接触修行法诀，虽比不上60岁，但根基啊比我们都好。也对啊，哎，他们不就在这儿吗？究竟是谁平日里遮掩得如此之好，竟没有半点风声？景九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灵海已满？这太荒唐了！难道内门考核也能乱来吗？就是啊，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内门考核？怎么不可能？景师弟的水平，南松亭里谁不清楚啊？我看你们不过是妒忌罢了。哼，是不是平日里嘲讽师弟的次数太多，这时候觉得有些害臊啦？你说谁呢？玉山师妹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妒忌。景师弟加油！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呸！晦气！景师弟，恭喜了！哎，小袁上上，你上上。景师弟，你果然厉害，恭喜啦！他叫金山，还是银山来着？景师弟啊，我还有一些修行上的问题想要问你呢，你可一定要教教我啊！哎，对，我也有一些问题想。我原以为他人缘很差呢。哈，毕竟也是个名人。不过这个景九，确实不简单呢。进入青山宗后第2年，景九报神境圆满，进入内门。赏罚书已传于诸峰，若无疑义，今日便定下。无异。若无其他事，大师兄，且慢。师妹，还有何事？内门小楼里，
小师叔的画像为何要挂上去？他是飞升，又不是死了。师妹，小师叔飞升是我青山的荣耀，把他的画像挂在小楼里供后人瞻仰，倒也合适。合适什么合适？若要激励后人，就该放在洗剑阁中，怎能将它放在死人堆里？师妹，不可妄言。我青山被称为剑道正宗，皆因青山有九峰，九峰有九剑，九剑可定天下。可小师叔飞升时带走了伏丝剑和不二剑，九剑失其二，怎么看，我青山的实力也受到了极大折损的。三师兄，能随小师叔飞升是那两柄剑的荣耀。再说了，青山有言，剑随人起。只要人足够强大，那他的剑便有资格代替不二剑和伏丝剑成为珠峰主剑。若三师兄你能达到小师叔的境界，我青山的实力怎会受损？只怕你达不到吧。够了。三师兄所说的是事实，小师妹所言也不无道理。不管怎样，我等后辈仍需努力，才能不负先辈的荣光啊！说得不错，好在年轻一辈有着实之，之后有腊月，如今又有10岁，我青山未来可期呀。着师侄在闭关，腊月在云行峰苦修。只是那个60岁终究太小，这次的成剑大会若是他参加，我之所虑，在于60岁究竟是不是真的天生道主。大师兄，无需多疑，掌门师兄亲自查看过60岁的情况，没有问题。何时之事？1年前。今日就到这里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我曾派人调查过这个60岁，入门之前他便学过吐息之法，玉门吐息法。天光峰的秘传，果然是掌门挑中的人。天光峰已经有了着实之，现在还要这60岁。既然如此，那赵腊月我们上德峰，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了。有话就说，别总是叹气。听说还有一个人，2年之内便通过了内门考核，要不要派人观察一下？何名？景九。哼，那个懒鬼。想不到师兄也知道这号人。这么多年了，师兄还是最厌恶懒惰之人。我本以为今日珠峰会问起碧湖峰雷师弟的事情。哼，掌门师弟不让问，谁人敢问？就算不问，总还是要给个答案呐。就说雷师弟在朝歌城被不老林与明部联手偷袭，受了些伤，正在调养。就算没有意，哪儿呢？就算没有意，哪儿呢？总不能一直把雷师弟就这么关着呀？为什么不能一直关着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疯了，敢对掌门出手，便有被关的道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。师兄，何事？
内门小楼里小师叔的画像摘了吧。是。此处是我青山宗历代先辈的画像，若是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如今青山之盛。你们当铭记于心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相识的人越来越少。正如花有一天会落，人有一天会走，这本是人生常态。只不过，花总会重开，而人不会再来。青山有个惯例，内门弟子若想成为某座峰的成剑弟子，都会先去迎行峰取一柄属于自己的剑。越往峰顶去，剑的品质越高，凶险也会加倍。所以这取剑不仅是日后参加成剑大会的凭证，也是对弟子的试炼。既然有取，那就有还。所以每当青山强者寿元将近时，也都会去迎行峰，将自己的剑还赠予这座山峰，福泽后人。如今，终于轮到我了。人呐，一旦上了年纪，就喜欢回忆过去。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景阳师叔来藏书阁，见到我正在练剑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的剑不错。青山有言，剑随人起。我资质平庸，剑也平平无奇，怎会不错？”于是我问他哪里不错，他回答了我4个字：可用来躺。景阳师叔那是何等的人物，他说的话一定是意有所指。可我实在愚钝，始终未能理解其中的深意，索性也不再去想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如往常一般在藏书阁整理典籍，这一坐竟是300年。我也从墨师弟变成了墨师叔。说来惭愧，300年来修行荒废，大道无望，而我也走到了尽头。都说大道无情，景阳师叔，您是不是早就忘了我这个天赋不佳的师侄？你的剑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要不然，我取了。景九，不可无礼。莫师叔，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猜到我准备剑归青山的。不过，上一个说我剑不错的人，已经飞升了。想取我的剑，凭本事吧！恭贺莫长老剑归青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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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激起了莫师叔最后的骄傲。那把剑的位置离峰顶很近，所以，既然答应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不然，就算你是哪座峰提前选好的弟子，我都不会让你参加成剑大会。哎，你不是说要去取莫师叔的剑吗？顾师兄，这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他是喜剑阁的授课先师之一，瞭望峰上的3师兄顾寒。啊，瞭望峰，那儿可是汇集了青山最天才的年轻弟子啊！
柳师弟性情平时低调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。没错没错，真是出人意料啊！这人是谁？顾师兄，这人便是10岁平日里提起的公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景九啊！你在做什么？顾师，这是我家。今日，你就要初次尝试御剑。我说过，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分心。自己过来领罚。是。这不就是把柳10岁当做两望峰的弟子在管教吗？看来不管柳10岁承建哪座峰，加入两望峰是没跑了。够了。我两望峰弟子，不可以是一个仆人。你要记住这一点，不要与他继续来往。我再给你10息时间，如果你自己走不出去，我就把你推出去。顾师，我还是要与公子见面的。如果10岁摔死了，掌门会不会把我们逐出青山啊？赵腊月，青山宗并不是只有你一个天生道种。腊月师妹不愿意进两望峰，想必有她自己的安排。师兄，你别生气啊！不要让10岁与那个景九见面。我两望峰弟子
绝不能是一个仆人。是。唉。公子，你不要怪顾师兄，他是好人，就是有些严格。师兄，应该叫顾师。他觉得我还可以，说会在成剑大会上召我入封，允许我私下称他为师兄。公子，我介绍你与顾师兄认识吧。以你的天赋悟性，一定可以得到他的欣赏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修行啦。公子，您可能不知道，两望峰是我们青山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峰上全是年轻的3代弟子，没有峰主长辈。但是每座峰上的师长都会择日去两望峰上授课。这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两望峰的弟子，便可以学习9峰所有的剑诀。哦，还有，峰上弟子负责四处巡查，防范不老林与民部妖人潜入，还要代表青山参加10年1次的梅会。可以说，两望峰弟子的修行就是在不停的战斗，每年都会有很多流血牺牲，但从来没有一个弟子退缩。我确实不感兴趣，因为我不喜欢两望峰。啊？还有你那位顾师兄。顾师兄这么好的人，公子为何不喜欢？那两望峰呢？青山弟子怎么可以不喜欢两望峰？怎么可以不喜欢？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。就像那位顾师兄，他是不是好人我不在乎。就算他是个圣人，我也可以不喜欢。此后的几日里，白天柳10岁都会在洗剑溪畔刻苦修炼，夜晚则会来到我的洞府，帮我做一些打扫之类的事。因为有青山大阵的守护，所以青山是四季如春的。只有下雪的那几天，应青荣峰的要求，青山大阵会打开一丝缝隙，好让雪花飘进来。下雪的那天夜里，我的洞府来了一个人，他叫马华，两望峰排名37，是来替那位顾师兄传话的。顾师兄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与10岁见面了。那个顾师兄会这样做，我并不意外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他竟然来招揽我，但我没有同意。隔天夜里，柳10岁照例来我的洞府打扫。我看出来，他有一些话想说，但是又不好开口，所以等着我问。最终我们2人谁也没有开口。我想，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来我的洞府了。
之后还有几次，60岁来到我的洞府外，徘徊了很久，却终究没有走进来。景师兄，我们入内门了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城建大会的日期已经定好了，就在明年初春。这次的城建大会，赵师姐可是备受期待啊！据说就连别的宗派都在议论，他会选择哪座山峰城建呢？除了赵师姐，最受关注的就是柳师兄了。如今他建完已成，手艺竟圆满。若是城建成功，他将会成为有史以来第2年轻的城建者。说得对。是该去见见他了。那不是那个景九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啊，莫非是来修炼的？不可能吧，他可是出了名的懒。有事？不关你事。顾师，已经半年了，你的境界依然毫无进展，剑果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听说你要用末世术的剑，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吗？有。哼，凭丹药，永远也不可能踏上真正的通天大道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管是谁领进门，修行都在个人。景九如何修行，确实与你无关，你不应该管他。顾师弟，景九是我科上的人，就算想管，也轮不到你吧？见过梅师叔、莫师叔，你自己决定今后如何走。景九，你还是要再努力一些，早些把剑拿到手再说。哦，好吧。师叔，青荣峰也对这个景九感兴趣？如果你这是掌门的意思，那我们自然不争。但要是莫师弟你自己的意思，那就不要想了。只要景九能成剑，必然进我们青荣峰。你看看那孩子生的，不进我们这儿，还能进哪儿？你我这玄气丹只能改日再交给10岁了。你自己决定今后如何走。有点意思。对我来说，无聊是一种罕见的情绪，有点意思同样如此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了，除了有些不习惯，还有些不喜。如果当年遇到这种事情，生出不喜，
我会如何做呢？如果不行，自然一剑杀了。当然，现在不行。那位顾师兄罪不至死，而我不是个好杀之人。更关键的是，要把对方一剑杀了，首先得有把剑。没有剑，也无法参加成剑大会。看来，真的要取一把剑了。总不能用你。而且，我答应了小莫。抱歉，我不知道有人。你是谁？景九。我好像听说过你。我也听说过你。你不如传闻里好看。可能是传闻太夸张。这就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见。当时我以为他不过就是一个长相好看的年轻弟子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向往之的人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曾多次想过与他初见时的情景。比如说成剑大会，比如说飞升仙界，因为我觉得，一个人与他生命中重要的人初次相见，就应该是记忆深刻、非同凡响的。可人生就是这样，往往越是重要的事，发生的时候就越是稀疏平常。你不该查那件事。原来真的有事。当然有事，不然风主为何会发疯？为何我要冒险来杀你？杀我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有的是后果比杀死你严重10000倍，但我们还不是一样做了？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想说的是，你就不该离我这么近。
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，我希望与他的初见，如朝天的瀑布，如盛典的礼花，轰轰烈烈，壮丽非凡。壁湖峰的祖师叔死了，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是一处溪边，据说模样很惨。据我推断，此事若是外人所做，定会惊动青山大镇，所以必是同门所为。石长老来了！石长老，石长老。然而，尽管上阁峰派出了很多执事与弟子查案，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线索。我想，他们一定焦头烂额了吧？至于喜涧溪畔的弟子们，境界低微，自然牵涉不到这件事里，但多少都受了些影响，变得沉默许多。就连平日里本就话不多的柳十岁，如今也变得更加沉默了。十岁，注意气息，稳住。不错，记住，气息稳则剑亦稳，如此对敌之时，才能保证飞剑的速度与威力，一击必敌。师兄。左师叔死亡的事情，还需要您提供一些线索啊。小心！十岁，你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师兄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？公子，前天那件事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觉得我能杀死那个人？昨天顾师兄他们说，那个死了的师叔断颈处很光滑，凶手应该是个有野境的高手，或者用的是一把绝世名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你说过你最擅长的就是切断。前天夜里我来了，但你不在这里。公子，你去哪里了？公子，我真的有些害怕。是的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公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这件事情你可以禀报师长，或者你那位顾师兄。事实上，很久以前你就应该这样做了。我知道公子你的秘密，是因为你没有想过要瞒我。很多时候是你想帮我。你想多了，主要是嫌麻烦。你我那时候天天在一起，要瞒着你太麻烦。只是麻烦吗？那位师叔
是坏人吗？站在我的立场上，他当然是坏人。明日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他这是要去干嘛？莫非是要取剑？走走走，快去看看！走走走。他来干什么？就是不会啊！就凭他，有修为，这个本事。他这不是第一次进剑锋吗？怎么可能走得如此之稳？这怎么可能？已经过了鹰嘴岩，岂不是过了600丈？你们说他还能走多远？再走100丈？啊！他总不可能第一次就走进云里吧？哼，入云怎么也得守一境圆满。要知道，柳师兄可是花了2年才达到这个境界。他，快看！啊！景九师兄要入云了！啊！他居然真的入云了！景九师兄果然了不起啊！梅里师叔，抱歉，看来这个孩子，我们天光峰是一定要争了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看看那孩子生的，当然要进我们青龙峰。墨池师兄丑成那样，他好意思收这孩子为徒吗？以貌取人，这……师叔，多说无益，去哪里还不得看他自己的意思。哼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为什么尸体会被发现？你是如何知道风下发生的事情？我自有办法。我很久没有杀人，有些忘了后续应该怎么做，而且处理尸体很麻烦。所以你就随便丢在溪边？不然，这个，你到底是谁啊？那你呢？你又是谁？我想起来了，以前我杀人也是不买的。不怕被人发现？为什么要怕？怕被人寻仇，怕麻烦。寻仇？最开始有过几次，后来就没人敢了，所以不是很麻烦。哎，他手里怎么没剑呀？就是啊，他没拿到剑啊。不都是都入云了吗？景师兄，哎，景师兄没拿到剑啊！唉，太可惜了。剑锋之行，还是在喜剑溪两岸引发了一场极大的轰动。不过我并不在意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没有人来问我。上德峰的人也没有忽然出现，把我带去幽冷的监狱。很明显，柳10岁没有对任何人说起，人是我杀的。而以赵腊月的聪慧，应该清楚，都有秘密的2个人应该保持距离。那么这件事情，便应该到此为止。然而，我没想到事情还是出现了一点偏差。你知道吗？景九又出名了。赵腊月结束了在剑锋的修行，回到了喜剑溪。看起来他居然真的完成了剑意淬体。怎么了？这与公子又有什么关系啊？问题在于，赵腊月下峰之后，
没有去洗剑阁拜见师长，没有回自己的洞府，而是去了景九的洞府。他现在正和景九在一起说话。公子当然不烦，腊月师姐这样的天才去找他说话，也很正常。只是平日里公子与我向来话少，可能还是我资质不足吧。你不想去看看？嗯。你现在还坚持认为景九是个废物？嗯？真的是赵师姐啊？你没看错？切，在洗剑阁里同处数十日，他怎么会看错？哎，快看，他真的在和景师兄说话。这2年多从来不见景师兄做些什么，但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有惊人之举，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赵师姐的性情淡漠而寡言，但谁都一样，很有距离感。就连一心想要征召他的两望峰，他都不愿亲近。可为何刚刚结束在剑锋上的苦修，便来看景师兄？哎，难道大师姐也是个俗人？哎，元师弟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别胡说，大师姐怎么可能是这么肤浅的人？就是，玉山，好好收拾他，叫他乱说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哼，我知道了，景九他肯定每天夜里都偷偷摸摸的休息啊，白天来睡觉，故意装成风轻云淡的样子。哼，不然怎么可能走进剑锋云里，还能与大师姐相识？在周学里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真是虚伪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给我倒杯水。不。哦。我不知道那天夜里你是怎么杀死他的，但我知道你的剑源很充沛，甚至不比我弱。我不明白，像你这么懒的人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来青山宗学剑？因为这里从来不管弟子如何修道，怎么修都可以。我不知道你想修什么，又想隐藏什么，但你如此这般，反而容易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。刻意隐藏，我觉得麻烦。哪怕会被人发现你的秘密，没有能够永远保守下去的秘密。囊中的尖锥也不可能永远藏拙成功。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。太阳每天都会升起，但天空里不可能一直密布着阴云。如果你总是试图不让地面的人们看到自己的光辉，那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说是很愚蠢。你把自己比作太阳，就是一个比方。天荣峰很多师姐私下都在议论我，说我很自恋。我觉得我不如你。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应该去洗洗头，修行而已，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忘了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儿呢？没有一二呢！小心！快进洗剑阁！快！一起出手拦住他！
境的威能吗？元齐境已经很多年没有亲自出手了，我觉得他可能早就破海圆满，进入了通天境。他一个习剑弟子，如何得知剑律大人的事？又为何要告诉我？碧湖峰峰主雷破云死了，死在我的剑下。对青山而言，一个疯子死便死了，没什么影响。但碧湖峰至关重要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我本亦属迟燕承接此任，不料一直在碧湖峰隐修的程由天也有意此为。既然有人竞争，那便只能依青山旧例，以剑决出新的盟主。最终，迟燕落败，程由天继承了峰主。我知道迟燕必然十分内疚，但对我而言，只要不是天光峰的人，谁当峰主我都不在意。师兄，抱歉，我无妨。左翼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两望峰那边有个消息，不过很难确定。城建大会的日子快到了，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大。哼，这些年愿意来我们尚德峰的弟子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个景九，真的不需要再看一看？哼，那个懒鬼吗？他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人。出于好奇，这段时间我经常来找他。虽然这是我们第7次见面，但和往常一样，言语甚少。我平时很少与人聊天，所以一直不明白应该怎么聊。不过有一点我倒是知道，闲聊一般都需要一个话题。我是腊月生的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城建大会的时候，你会选哪座峰？不是我选，是九峰选。像你这样的天才少女，局面自然会倒过来。天光峰为掌门所属，资源不是诸峰可比的。尚德峰为剑律元齐经所属，他是掌门的师兄，资历最老，地位超群，也不会差。青荣峰为南望所属，峰上多是女弟子，你待在那里应该更为便利。至于其他峰，要么实力较弱，要么事务繁杂，想来你也不会去。哎，你该不会直接加入两望峰吧？城建大会在即，师妹，何不来我两望峰？诸峰已然老朽，青山之未来只在于我们。你错了，青山之未来在于我，而不在于你们。我不喜欢两望峰，
我也是。到底发生什么呀？哎，对。啊，这事儿是吗？想不到在世间降妖除魔的两望峰师兄，还有在朝歌城等地的各峰师长们都赶了回来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听说果城寺来了10余名僧人，朝歌城来了几位朝廷官员，与青山宗交好的水月庵、玄灵宗等地，更是派出了长老之类的重要人物。成剑大会这么受重视的？那可不，咱们青山宗是剑道第1大宗，公认的正道领袖。成剑大会虽是门内的盛会，但也足以引起各门派的注意。况且此次大会又有赵师姐、柳师兄2位天生道种参加，受到的关注只会更高。也不知道赵师姐会选哪座峰，以后我也要去她所在的峰。你就别做梦了，还想跟赵师姐同峰，能有风娶你就不错了。不知道今年水月庵会派谁来？来的会是他的弟子吗？金师兄，这里。来了。顾师兄，那家伙也来了。我还以为他会取到剑参加这次成剑大会，看来还是不行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青儿和10岁都没问题吧？师兄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好。林师弟，景九报名了，剑都未取，还想成剑？他若能成剑，自然是件好事。顾师弟只是想磨砺他一番，他太过骄傲，承受适度的压力有助成长。我对他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。是吗？我可没看出来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看懂你教的这名学生。愿闻其详。所谓懒，其实是一种态度，对世间万物无爱，居高临下。这种极致的骄傲，对我青山宗，对天下苍生没有任何意义。他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便没有资格来我两望峰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看不惯你们这种自说自话的做派。你难道就从来没有想过，他根本不想去两望峰？你们这样做，除了让他不高兴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入两望峰是每个青山弟子的荣耀，他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一点。师弟，你若不是不甘败在我的剑下，现在不也应该站在我的身旁？我觉得你今天可能会失望，而且是2字。青山宗成剑大会现在开始。不愧是柳师兄，竟第1个上场。柳师兄，他就是那个天生道种。没错，而且是10年里青山宗的第3个天生道种，万中无一的修道天才。普通宗派100年遇着1个便算不错，青山宗的运气真是令人妒忌啊！弟子柳10岁，前来成剑。试剑吧。弟子林银良前来成剑，柳师弟请指教。林师兄请。
林师兄，承让了。好，不愧是天生道手，你真是厉害啊！啊？这就完了？太无聊了吧？你懂什么？青山宗乃是剑道大派，从来不讲究花俏，只在乎飞剑的速度与威能。真是一群无趣的人。换作是你，站在膝间，能避开柳10岁的剑吗？60岁，你可愿随白如镜长老学剑？啊，翠爷，这是谁的声音呀？青山宗掌门柳慈。听说他收了一个关门弟子，从此不再收徒。不过天光峰一脉的白如镜长老，也是破海上境的强者，能跟着他学剑，这是极好的机缘啊！弟子愿意。你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知道你还会关心这些。人都有好奇心。我也好奇，你到底准备去哪座峰？天光还是尚德？你呢？你知道我准备成剑。像你这么懒的人，怎么可能浪费时间？我也不喜欢被人盯着看，但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不可能每天都有云层蔽日。太阳就在那里，谁会不去看呢？所以，该站出来的时候，总还是要站出来。你说的不错，但如果不想被人一直盯着看，其实还有一种办法。如何做？成为真正的太阳，光鲜刺眼，这样就很少有人敢直视我们。你要做什么？成剑啊！嗯，这……擦！哼，这家伙连剑都没有，成个屁的剑啊！你的剑呢？青山弟子除非剑完大成，入无章境，才能将剑收入体内。你一个洗剑弟子，难道已经到了无章境？稍等，剑呢？我就知道我没猜错，他肯定每天夜里躲在洞里不停的苦修，真是太会装了。你这样随意对待长辈的遗剑，未免有些不够尊敬。这是我的剑，让顾青上。我叫顾青，过南山的剑童。顾寒是我的兄长。因为寒哥的关系，我刚一出生便被送进了两望峰，这些年一直跟随师兄学剑。有人说，在新一代的洗剑弟子里，我的境界首屈一指；也有人说，我甚至可能比赵腊月更强。原本寒哥安排我对战赵腊月，挫一挫他的锐气，却临时改了主意，让我对战眼前这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只听说他是青山最懒的弟子。其实我有一点不明白，对付一个守一境，
为何要我一个诚意境的人出战？不过这既然是韩哥的决定，我也只能从命。请。按我的设想，我的剑会停在他的眼前，于眉心只有数寸的距离，然后我会平静地说声承让，胜负就此分出。然而，这个画面却并没有出现。一定是凑巧。六龙剑诀，一个习剑弟子竟会九峰的真剑，梁王峰过线了。青儿，你资质不差，但较赵腊月还是差那么一点。师兄，但也并非没有办法，请师兄指教。师兄，这是世岳峰的真剑呐！六龙剑诀，刚猛如火，其中的心诀，正好可以弥补你剑势薄弱的问题。多谢师兄栽培。切记，只修行心法，不可在众人面前使用剑诀。这小子怎么会使出我世岳峰的剑法？这下尚德峰可有的说了。哼，麻烦。转身。够了！你是想要羞辱我两望峰吗？承让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的剑不够快，所以我能看清楚，而我的剑比较快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剑本来就是最简单的东西，它不是别的任何事物，就是剑而已。飞在天上是剑，握在手里也是剑，懂了吗？这是我听过最简洁、最准确，也是最深刻的剑道理论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此人悟性之高，绝非常人可比。受教了。
他是在给你出气。景九，你可愿意随我学剑？景九，你可愿来我西来峰城剑？哎，我以碧湖峰峰主的身份承诺你，只要你肯来无峰，无峰上下必将全力助你修行。云行峰苍美剑法，才与这少年最为相合，你们争什么仇？我说你们云行峰的是不是过分了？就是我们先看上他。你们是想死吗？你们碧湖峰剑法根本就不是一嘴。你们以前不都觉得这个小家伙是废物吗？啊？怎么现在都变了？你们也好意思和我抢？啊？景九，你知道我和这些家伙不一样啊！我可是一直都很看好你的。哼，我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我早就发过话，景九只能是我们青荣峰的。你们谁要和我抢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看中这孩子的时候，莫师兄，你还不知道他是谁。师妹，此言差矣。2年前，听闻南松亭外门出了位智识过人、学识渊博的弟子，当时我便令人传话吕师侄，问那名弟子愿不愿来我世月峰。景九，你可还记得此事？师兄，你那时候是要他去你峰下做个执事，哪里是这个景九仅靠一双肉眼便能捕捉到飞剑的痕迹，而且此次的剑源必定非常充沛，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挥动剑身，如此才能准确地击中顾青的飞剑，可谓剑道天才呀！也难怪这青山九峰，除了没峰主的2望峰外，其他诸峰都来抢人了。3个天生道种，如今又来了个剑道天才，这青山宗真是羡煞旁人呢。啊，翠姨，除去2望峰，不该是8位长老吗？怎么才7位啊？你有所不知，这青山9峰之中，有座孤峰名神墨，峰上只有1个人，正是前不久飞升仙界的景阳真人。可那又如何啊？这景阳真人从不收徒，没有成见弟子，所以呀，自他飞升后，这神墨峰就封禁了。当初景师兄在南松亭的时候就不一般。是啊，我还受过他的指点呢。小圆，景师兄果然不凡哎！景九，你选哪座峰？我说徐大，我世月峰别的没有，但有灵果可以说取之不竭。峰主那里还有好些东西，掌门都拿不到，这些都可以是你的。何不不，何不不！这个小人！我要再想想。可以，但在成剑大会结束之前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了不起，一般。你的剑道天赋能排进我所见过的人里前3。我觉得自己的剑道天赋冠绝青山。弟子赵腊月，前来承剑。你就不用看了。诸位，开始吧。你是我青山的未来，遇着庸师只会误了你的修行。还是我来吧。多年没有收徒，甚至很少参加成剑大会的尚德峰峰主袁奇经居然来了，
而且决定亲自传剑。袁启经可是青山剑律，他要亲自收徒，还有谁能与他相争啊？掌门师弟，前些年不是已经收卓如岁为关门弟子了吗？难道要破例？腊月受青山的命令，遇到幽师只会误了他的修行，还是我来吧。让他自己选便好。月儿，你且冷静些，怎么选都行，不要怕。怎么选都可以。不错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你。神墨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惩戒神墨峰。你可知道，数百年来，神墨峰一直没有参加过惩剑大会。知道，因为景阳师叔祖从不收徒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何还要选第九峰？再过几年，第九峰自会新力传承。我从未见过师叔祖，我只知道当年师叔祖路过朝歌城的时候，遇着了娘亲。当时我还在他的腹中，便被师叔祖指为了惩剑弟子。自那不久，我便出生了，然后我开始修行。修行是件非常苦的事情，单调而枯燥。而且往往伴随着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。来到青山后，我更是勤奋的无法形容。用孟师当初的话说，我刻苦的根本不像一个天才。豆蔻年华，我在云行峰顶一坐便是3年，蓬头垢面，满身灰土，为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一座新的什么峰。我要为神墨峰再续传承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因为我本来就是景阳师叔祖选中的惩剑弟子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已经飞升，你跟谁学剑？伏斯剑随他而去，你又能成什么剑？依青山旧例。只要我能登上神墨峰，拿到伏斯剑，便算成剑成功。神墨峰自尽，除非青山大阵新开剑脉，方能打开道路。你要续神墨峰剑脉，青山大阵自然无法助你。登峰之路无比凶险，不要说你只是个诚意境的普通弟子，即便是你有野境的师叔们，也必是九死一生的下场。如此，你还是坚持？师叔祖的剑诀，名九死，有九死不悔之意。我既然要继承师叔祖的剑，又怎会怕死？好，好，好。原来你是小师叔选中的弟子，小小年纪便如此轻狂。若你失败而侥幸未死，3年内只能在溪畔自修，明白吗？啊，3年，这也太苛刻了！嘘，小点声。也还好吧。这个惩罚看似普通，实际上非常重。这怎么说？无法接触到真正的玄妙剑诀，更无名师指点。就算赵腊月是天生道种，修行也会非常困难，至少和那些成剑成功的同门相比，会慢很多。再说，修行这种事情，一步慢，步步慢，如此沉重的后果，谁愿承受啊？那可否让赵师妹入两望峰？对呀，还有两望峰呢。不愧是大师兄。我觉得可以。翠姨，我听说的两望峰可以接触到青山珠峰的所有剑法，这么说，赵腊月的修行就不会有阻碍了。这过南山不愧是青山首徒，聪慧而又机智。你就这么想上那座山？
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我也选神魔峰。他怎么也选神魔峰？是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只要你们能够登上峰顶，找到伏斯剑，便会承认你们重续景阳真人的传承。师妹，有问题就退下来，莫要不舍。何必如此逞强？总之一切小心。多谢师兄先前说的那番话。不过就算失败，我应该也不会去两王峰。抱歉。其实，你真有可能会死。既然如此危险，你其实不用跟着我。哦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很好奇上面有什么。有人在前面开路，可以省些力气。那你要跟紧。哎，景九，注意安全啊！哼，这才有意思嘛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把眼睛闭上了？用颜悦耳无法判断剑意在何处，也就无法找到剑阵的规律，所以他干脆闭上眼睛，只用剑识感受剑意。这当然极为冒险。景九，这是跟腊月师姐学的动作。啊，这样也行啊！投机取巧也是本事，景师弟真是无耻。我累了。原来你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。是的。为什么？怎么还没有结果？你守在这里，我去找掌门。我累了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现在看起来，你完全可以不跟着我。我说过，只是好奇。而且有人在看着我们。神魔峰有剑阵禁制，风卫无法看到风里的画面。
但通天境的大雾们却能看穿所有迷雾。放眼整个大陆，都没有几个通天境大雾。但不巧的是，青山宗便可能有2位。那么他警惕并且防备的人究竟是谁？掌门，还是剑履师伯？掌门师兄，哎呀，稍后你救那小姑娘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敬酒啊！我累了。我还是高估了自己。师叔族这座高峰，怎么可能轻易登顶？你已经很不错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登这座山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是师叔族选中的成剑弟子。你们应该都以为我是乱说，是在找借口，但这是真的。我相信你。谢谢。一路行来，虽然你说过很多次累了，但其实那都是我已经累到极致的时刻。我不知道你为何能够判断得如此准确，但如果不是你，我到不了这么远的地方。就算你是被选中的人，也不用这么着急。我确实很着急，因为在我心中一直有个秘密，从未对任何人讲。世人都以为景阳氏叔祖飞升仙界了，但我几乎可以确信他飞升失败，生死不明。如果连沈墨风也没有他的踪迹，那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为了确认他的生死，我必须尽快登上沈墨峰。但我想睡一会儿。这时候睡很难醒过来。我真的有些累了。我有些后悔，但我并不后悔选择与他一起登山。只是沈墨峰的禁制被设得太强，便是我现在也觉得有些麻烦。这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当然，我还是有办法登上峰顶。只是，就像我对他说的那样，这时候很有可能有人在看着这边。柳慈和袁奇经那2个家伙都能看到这儿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别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再继续向峰顶走，而是直接回去。但是，这个小姑娘会很失望的。那么，看就看吧。
终于到了，没想到会这么早，便能重新看到这些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感觉也不错。你醒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如你所见，我们已经在峰顶。这里就是师叔祖的洞府。应该是吧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当你沉睡的时候，有位白胡子仙人忽然出现，把我们带到这里，然后又忽然消失不见了。这个故事不好。不好。那你有没有可能稍微相信那么一点？我不是柳10岁。看来我要再想个故事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也在寻找答案。故弄玄虚。你在找福斯剑？难道你不想找吗？洞府里没有，难道剑在风里？可是神魔峰这么大，我怎么找得到呢？怎么了？我没找到那把剑。不能成剑也无所谓，我们可以去两王峰。不是成剑的事情。九阳师叔祖飞升失败，如果那把剑还在神魔峰，说明他也有可能还在这里疗伤。如果那把剑都不在了，那他只怕师叔祖死了。原来真的死了。那我这些年做的所有事情还有什么意义？他没死，他只是差一点死了。原来你家姓赵啊。不过那天明明是一场小雪，哪有什么大雪？另外，腊月生就要叫腊月吗？这个名字可真不咋地。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。什么也没做？那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能给我扎冲天辫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头发这么短，哪里谈得上是辫儿，也就是个揪。而且，我觉得挺可爱。我又想到了个新故事，
或者说刚才那个故事又有新的进展，你听不听？又是那个老仙人？是啊，你刚才昏迷的时候，那个老仙人又来了。他知道你在找一把剑，就告诉了我。你真知道那把剑在哪里？他说那把剑，其实一直就在你的手上。难道他说的就是这个？这就是伏丝剑。是的，这就是伏丝剑。真美。这把剑是你发现的，那自然就是你的。你是师叔祖的后人，还是说你是师叔祖真正的传人？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。那这把剑就更应该是你的了。你说过，他选择你为神墨峰的承剑弟子。我没有见过师叔祖，我只知道当年他路过朝歌城的时候，遇着了我的母亲。当时我还在母亲的腹中，便被他指为了承剑弟子。青山宗早早派了师长来保护我，于是还没出生，我便注定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小姐。我不需要为了家族的利益去联姻，也不需要去参加那些无聊的诗会，我也不用担心会被选入皇宫。我的人生是被祝福的，所有的美好、被嫉妒，都是师叔祖赐予我的。但是，我没有见过他，我一直没能发现这把剑的秘密，我也没本事登上神墨峰。那么，我怎么有资格做他真正的传人呢？也许他并不这样想。你的能力与你的意愿并不重要，因为他的意愿非常清楚。你从出生便带着这个剑镯，说明他从一开始便主意你来继承神墨峰。不然为何要把伏丝剑放在你的身边呢？神墨峰有剑阵禁制，外界应该无法听到里面的声音才对。难道？剑阵禁制解除，神墨峰重现人间，青山第九峰再续传承。没想到这么快，便又能看到这座峰。这是什么？像我的手镯一样，也是一把剑。秘密。你的秘密太多。我以前听人说过一句话：都有秘密的人，才能彼此相安无事。我本来以为是对的，
你现在不这样认为？你没觉得我们认识之后事变得更多？难道那不是因为我们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？你知道吗？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景阳氏叔祖。崇拜他的人很多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见过他的人很少。我一直很遗憾，心想如果能够与师叔祖在同一时代一起修行，那该多好。不过现在终于来到他的山峰，感觉就像和他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你不是担心他飞升失败，然后死了吗？师叔祖对此事早有准备。既然如此，世间有谁能害得了他？我觉得你想多了。福斯坚一直就在我的身边，那么很明显，我就是师叔祖提前准备的后手。当然还有你。我们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？就是不一样。我有剑镯，你也有。我想来这里，你也想。而且现在，我们就在这里。怎么了？你现在话很多，猴子搬家，话也多。闭嘴！声音小点就行。又怎么了？赤月峰的猴子过来抢地盘，那些家伙个头不大，但数量太多。你要做什么？帮猴子打架。帮猴子打架？这可是我们的猴子。胡言乱语。城建大会结束后，我和景九进了神墨峰，柳10岁被收入天光峰。那个和景九对阵的顾青，因为偷学剑诀，被逐出了两望峰。昨日，他竟来到神墨峰，表示想要跟随景九修行。他不是城建弟子，按律我们不能收留。然而景九却做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决定。这座山峰很大，就那些猴子住在这儿，太空了。猴子，赢了没有？当然。从南松亭到洗剑溪，随意破四境。入剑锋云顶，胜顾青，直至上得神墨峰，他都始终表现得那么平静，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偏偏今日帮猴子打架赢了，他却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。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对了，景阳师叔祖飞升，不会带走神墨峰的传承剑谱，九死剑诀应该还在洞府之中。这几日若是没事，还是找找吧。没有剑谱怎么学剑？我来找。能者多劳。猴子打架都是你来，这种事情你自然要负责。怎么了？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。
但是除了直接问，那个想法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得到证实。以他的性格，如果我问，他一定会告诉我。可直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问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事不去追问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对了，尚德峰在查左一的死因，他们现在查到柳10岁。听说那天夜里，他离开了自己的洞府，却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那天夜里他去找我了，你不担心？我对他说了，那个人是我杀的。你不担心？白如晶护短，两汪峰更护短，他和你一样是天生盗贼，掌门不会让尚德峰乱来。可尚德峰的目标就是两汪峰，甚至是掌门。就算不能查出什么，能落些颜面也是好的。你对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感兴趣，还是蜘蛛在握？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来到神墨峰后，你的话越来越多？因为我的心里有太多疑惑。比如，我一直以为你会问我那个问题，但你却始终没有。好吧。你为什么认为景阳真人没有飞升成功？就是这里。那个名部弟子的境界很低微，那时候还留在云栖镇上不走，本就有些奇怪。虽说当时已颁下3000里禁，但孟师问都不问便一剑杀了他，这事儿也有些奇怪。但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，提着他的尸体往镇外走。然后，就在师叔祖飞升的那一刻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听到了一声叹息。叹息？是的，那声叹息里充满了怅然的意味，似乎对世间有无穷留恋，也可能是遗憾，但是又有一种无比满足的感觉。你确认是听到？那声叹息是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的。当时，我正在看着神墨峰。我有时候在想，那声叹息会不会是师叔祖发出的？最初我根本不敢相信，但现在越来越确定。既然我是师叔祖选定的惩戒弟子，既然他把伏斯剑一直放在我的身边，那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会不会就像把剑谱留给你一样？我觉得你想多了。我想看看那个名部弟子。为什么没有用剑火烧掉？因为我当时觉得有问题，所以把这具尸体留了下来，还放了些镇魂石进去。只凭一声叹息，不足以让你做这么多。开始时，我也以为是错觉，但事后想来总觉得不对，见心不宁。半年后，我通过卷帘人查了查这名名部弟子，心想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以后也就不想了。卷帘人是朝天大陆最神秘的情报组织，你要请动他们，一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？结果查出了问题？不是查出了问题，而是没有查到这个人。名部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在酒楼上，他报过自己的名字，叫做殷三。照理说，
名部讲究魂火归故里。如果在明书上没有殷三这个名字，这具尸体里只能说明这是个假名字，寄宿过其他人，或者隐藏着更多的秘密。杀他的人是孟师。是的。后来我暗中查孟师，那件事后，他得到了师长赐药，不再负责教导外门弟子，而是回到尚德峰闭关，冲击更高的境界。只凭教导你的功劳，他得到的报酬似乎太多了些。是的，我只能怀疑尚德峰。除了他出身尚德峰，还有别的理由吗？青山九峰都知道，剑律师伯不喜欢景阳师叔祖，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好。你已经是神木峰主了，不必再称他师伯。这不重要。从孟师与殷三的线索，卷帘人查到3000里境前碧湖峰少了2根雷魂木。2根？是的，有镇守在，这2根雷魂木肯定没办法送到9峰之外。那如今在哪里？师傅，我又替你收了徒弟，叫景阳，就惊动了碧湖峰。不过资质太好，你教不了他。以后我来教他。今天我又收了2个弟子，就是那个叫柳慈的小胖子。他呀，本来应该是师兄的，结果上山去看风景去了。我知道做内应很危险，可是为了青山宗，你们老了，以后的青山只有尚德峰。景阳师叔，师父他疯了。人不可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里。让我觉得一定有人利用雷魂木，致使景阳师叔祖再生失败。你要做什么？不要！不要再查这件事情了。雷魂木，小姑娘看来是真生气了，居然让我自己走回去。雷魂木是碧湖峰的至宝，无论是用来修行至上剑道，还是感悟天地之威，都有无上功效。如果修道者能够超越通天境，甚至可以通过雷魂木移魂转魄，等若再多出一次生命，殷三，这个名字不错。还记得很多年前，有个人曾经对我说，修道者追求长生，则更应该了解生命的美好，如此才能获得充分的内在原动力，而吃火锅就是一种方式。当时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，就像不明白那句不能踏进同一条河里。你们知道吗？世上有这么一种人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甚至世间最美味的食物、最动情的事，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吸引力。而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。那时候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吃火锅，我吃红汤，他吃白汤，后来更是变成了清水。我实在是不明白，既然不喜欢，又何必装模作样？虽然我现在能明白那个人的意思，但与其吃火锅，我更喜欢看人吃火锅。我喜欢看青菜在白汤里翻腾，喜欢看数双筷子争抢肉片，喜欢看熟识的人围着火锅坐在一起。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我就不一样，我最喜欢吃火锅，尤其是红汤，有菜有肉，有麻有辣，有滋有味。当然，吃火锅最重要的便是热闹，人自然不能少。我有个想法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当然得让世上所有的人都来吃。你们说，那该多有意思！这世上有人喜欢吃火锅，也有人不喜欢吃。在我看来，其实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喜欢就吃，不喜欢就不吃。如此便能睡得香，坐得稳，活得久。而只要活得久，便能看到更宽阔的天空。人生如逆旅，
我亦是行人。我是顾寒的弟弟，和他这个嫡子不同，我是庶出，因此顾寒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弟弟，而我也不喜欢他。当初，顾家想要讨好过南山，才会把我送进两王峰做剑童。直到某个偶然的机会，过南山发现了我剑道的天赋，我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。在城建大会上输给景九，郭南山没有说什么，顾寒却把我严厉地训斥了一顿。之后，便是牺牲。我站出来承认是我自己偷学剑法，如此尚德峰便无法通过这件事情攻击两王峰的师兄们，甚至是天光峰的长辈。只是为什么就一定是我牺牲？我确实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使出六龙剑诀，可是不是你们要求我必须赢了景九的吗？我不是抱怨，也没有嫉恨，只是有些伤心，还有茫然。几天前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，现在又发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。当一个人突然失去过去的身份，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很难一下子就适应。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推他一把。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如今我的身份已经不是顾家的庶子，也不是过南山的剑童，我只是顾青。这个孽种居然敢直视我！你输急了，用了师兄私传给你的剑诀，才会有此下场。难道你还觉得一切都是我们的错？你自己一点错都没有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我自己承认偷学剑法，被逐出两王峰。这便是代价。不要太过气馁。只要你好好修行，3年后自然还有机会。有人说你来了神墨峰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稍后随我下山，准备接手惩戒。我不是两王峰弟子，你没有权利惩戒我。封规不行，我就用家法带父亲好好的教育你。你们不停对10岁说，一入山门，俗事种种皆斩，就是要断掉他与景九之间的往来。怎么到我这里却不同了？哎，哪里有什么家，青山便是无家。那么家规又是什么东西？顾师兄，
这件事情是你挑拨的吗？就算朱峰有些师长欣赏你，但你确定能够承受与我顾家、与两望峰为敌的结果？何事？见过峰主。免礼。我要带顾青走。顾青已经不是两望峰的弟子，但他也不是神墨峰的人。依照门规，他不能在九峰里停留。他只是在这里暂住，就像当初在两望峰里一样。听说顾青是顾寒的庶弟，在家里的时候颇受欺压。我不知道。有没有可能，顾青是两望峰派过来的奸细？你又想多了。我有没有对你说过，我觉得自己很擅长阴谋？你还是想多了。青山九峰，如果珠峰之间还要警惕，何不干脆分家？就算九峰不分家，可青山一定出了问题。不然，袁奇经为何要出手镇杀雷破云？左一又为何因雷魂木一事暗杀我？我一定会继续查下去。我说过，这件事情不要再查。我也说过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下去。就算景阳真人真出了事，凭你我现在的境界，也无法改变什么。因为我们的对手非但很强，而且很残忍，所以对你我而言，现在最紧要的事情，就是安静的修行，尽快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你可能并不了解我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很凶恶的。是啊，我好怕。你知道太平真人吗？作为青山弟子，我自然知道。他是青山的前代掌门，当今青山掌门建了元气经，以及大部分峰主都是他的亲传弟子。他也是景阳师叔祖的师兄，听说师叔祖也是他一手教出来的。然而多年前，青山宗颁出800里禁令，太平真人必死关，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接任掌门之前，一直在尚德峰修行。柳慈、袁奇经，还有很多人，当时也都在那里。景阳师叔祖与太平真人是师兄弟，那他也是出身尚德峰？是的，所以我们对尚德峰都很熟悉，都知道尚德峰有个很冷的石洞，洞的最深处有一口井，那口井一直通往尚德峰体，峰体便是监狱，镇压着一些很难杀死的大妖，还有一些邪派强者、名部与血国的奸细。除了那口井，监狱没有别的出口。那么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你和雷破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想一切的关键就在雷破云偷的那根雷魂木上。不过这件事总不可能问人，无人可问，那只有去问鬼。
好久不见。那根雷魂木被雷破云给了谁？对于我的出现，你并不意外。看来，你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也对，你们4个当中，就以你最为纤细、敏感、警惕。他们3个可能没有发现，但你怎么可能察觉不到这种大事？我承认，我确实有些不甘心。4年前，你看着我出事，难道就没想到，万一我没死怎么办？用你的骨头来磨剑，这个结局怎么样？我知道，你并没有参与那件事情，因为你没有那个胆子。但如果这一次，你依然选择不站在我这边，那么你很清楚我会怎么做。我知道，他挥那一爪并不是真的想杀死我，只是试探。当然，我如果直接死了，他也会很开心。又或者，他确定我很弱小，随时可以杀死，那么，他可能真的会杀死我。猫，就是这样一种动物。需要主人喂食的时候，它可以表现得很温柔，很卑微。当主人无力提供食物的时候，它会毫不犹豫地跳窗离开，绝不会有半点留恋。刘阿大，为了你这么多年，结果还是养不瘦吗？你果然还是像当年一样，欺软怕硬，胆小敏感。不清楚对方底细之前，绝对不敢煽动。你是不是担心他还活着？如果你站在我这边，将来他会找你的麻烦。你觉得我明知故问？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：在我们之间，你决定继续保持中立？我知道了，果然是这样。雷破云的孩子只怕什么都不知道，结果却因为他死了，真是可惜。以后再来看你。景九病了，这一病便病了很长时间，直到秋初的时候还有些咳嗽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一直在养病，没有怎么休息。我当然知道他是受伤，
并不是生病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就算他没有受伤，只怕也不会修行。从春末到秋初，顾青每隔10余日会来一次封顶。每次来封顶的时候，他都会看着景九躺在竹椅上，然后煮酒倒茶。尚未传来一个消息，涿河北的朝南城外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大火，撞毁了朝南城外的一片山崖，崖上村子里数百民众死伤惨重。青山宗自然不能不理此事，梁望峰弟子当夜便御剑出发，前去除妖。柳10岁也在除妖的队伍里。事发紧急，梁望峰弟子离开的很是匆忙，九峰间没有太多人知道。柳10岁没有来神墨峰，只是托顾青转告了一声。10岁特意嘱咐我，告诉你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啊，就是他告诉你，他要离开这件事情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洗剑阁里有位叫玉山的师妹，还有一个乐浪郡的，姓什么来着？他姓袁。哦，是的。那位袁姓少年想问，3年后的成剑大会，神墨峰招不招人？不招。招。为什么不招？吵。我是峰主。以前就听过你的传闻，但是没想到，你居然真这么懒。修行不是凡夫练武，盘膝坐着、躺着，在瀑布下面或是海边站着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。还确实是这个道理，但那只是冥想静思、吸纳天地元气的时候。难道他就不需要修行剑诀？有没有去洞府里逛过？可以吗？租客也是客人，看看无妨。这难道就是景阳师叔祖的不传真剑？神墨峰的九死剑诀？这不是九死剑诀，这是天光峰的真剑，青山历代掌门修炼的承天剑诀。我就是因为偷学剑法，才变成现在这样。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。这就不是偷了。谢谢。不用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不怎么喜欢我。你的心机有些深，但我对此无喜恶。那你为何愿意帮我？我不喜欢你哥哥。我也一样。刚刚入冬，青山就迎来了一场风雪。依然是青荣峰的要求，青山大阵开启，雪花自天空纷纷落下。一夜时间，群峰便白了头。放眼望去，一片银装素裹，很是好看。
景九的病也终于好了，原体、颈咳，沈沐风最主要的两种声音少了一个，顿时安静了很多。这一日，顾青又带来一个消息10岁受伤了。据顾青所言，浊水畔的朝南城发生了一场除妖大战。那场大战从暮时一直持续到清晨。朝廷提前派出神卫军进行了清场。朝南城的民众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看到数十道剑光不时照亮夜空。在青山弟子围攻下，藏在浊水深处的那头大妖受了重伤，或者悄无声息地死去，或者已经潜走，应该不会再出来兴风作浪。两王峰的这次除妖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但谁也没有想到，最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意外。柳10岁受了重伤，直到被送回青山，依然昏迷不醒。你什么时候去看柳10岁？不去。为何？大道险且漫长，少有同行到最后。你已上路，更需专心。此去经年，忘却乃自然之事，莫刻意记起，那般无味。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知道顾青一定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我却隐约感觉到了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景九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，也从来不刻意追求太上忘情。你究竟在怀疑什么？只是小事。我打算出去走走。你要去哪里？朝南城？只是随便走走。你不是两王峰弟子，不能随意出山。斩妖除魔是个好理由。虽然这种事情我以前没有怎么做过。这种事情我做过很多。不要想太多，我只是有事情要办，刚好同行。你的剑道修行正在关键时刻，不能分心。昨夜我已经破境。不愧是天生道种。我本以为你需要2年的时间，没想到这么快。我没有看错，你果然很适合九死剑诀。你觉得我比你更适合？是，因为我不喜欢九死剑诀，但有人喜欢。稍后我们会离开，你是准备留在山里，还是去外面？为何忽然要离开？你们要走多久？下次成剑前会回来。那我就留在这里好了，专心修剑，也顺便看家。万一有事，和猴子说。啊？和猴子说？风里的猴子确实聪明，但如果真的有事，又能帮什么忙？还是说，那些猴子可以去找谁？不管是你还是腊月，都不喜欢被人摸头。只有10岁喜欢，也许他也不喜欢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反对我。10岁是我这次认识的一个孩子，前些天去涿河除妖，出了些问题。两望峰那些孩子，
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做得很缜密、巧妙，前期铺垫的也够巧，所以一定能成功。但他们太年轻了，不像你我都知道，几百年前发生过一件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也许他们最后真的会成功，但他们不知道，那样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当年师兄不也成功了？但他何曾会想到，后来会变成那样。不过，10岁比师兄和我都要强，应该能熬过那一关吧。我准备出去走走。眼不见为净。阿达，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孩子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怎么懂人情世故，也没怎么关心过人。拜托了。尽快派人前去捉水。如果那头大妖还活着，就赶紧抓回来；如果死了，也要把尸体拖回来，弄清楚那天夜里浊水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世月峰的师弟们已经看过，柳十岁体内确实有很多火毒，但是明显有异样。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。等他醒来，一问便知。真相未明，休要血口喷人！哼，好一句真相未明。那我倒要请问一句：既然真相未明，为何我徒弟简如云被关进了幽室啊？简如云护持不力，当然要受罚。斩妖除魔本就是凶险之事，难道还要当奶妈？石明轩。你莫要以为攀着某处便可以对我天光峰如此无礼！哟，不愧是青山第一峰，果然霸气十足。出了何事？为何我的剑心有些不宁？弟子林无知有要事禀报。什么？赵腊月和金九走了？他是神墨峰主，怎么能随意离开？师兄，正因为他是神墨峰主，所以他的离开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呀。确实，按照门规，他只需要告知方师兄一声，把剑牌做个登记，便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不过，就算他没有智慧，也没人能把他怎么办。稍后我去天光峰与掌门师兄报知此事。他们有没有说要去哪里，何时回来？什么都没说。不会这一走便是很久了。对修道之人来说，云游四海数十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可是，一般来说，做出这种决定的时候，往往已经修至有野境界。在大道上继续前行变得非常困难。赵腊月与景九还这么年轻，为何如此着急呢？你果然是为了柳10岁才来这里。那你呢？我要去宝树居。宝树居现在的主事人是雷破云的侄孙。然后？你这是明知故问。碧湖峰少了2根雷魂木，雷破云走火入魔而死，这些肯定与师叔祖飞升有关。人死了，一样会有迅速的影响。雷破云一个人肯定不敢对师叔祖期待。
我觉得这里应该有问题。魔头不见得是魔头，山外也许是山内。莫非是柳慈或者袁琪琪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陆隐出示一下。哦，来，金爷。走吧。谢金爷。怎么进城？直接御剑而入。城里应该有专门接待修行者的仙居。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应该御剑而行，偏偏不同意，还说既然是要游历，何必那般匆忙，而且不要显露身份为好。现在倒是说要御剑了，要不然就必须有官府发的录影。你有吗？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可以去西来峰要几份。那就是现在没有。也不知道录影上有没有画像。我听说上面没有画像，指印倒是有10个，都是按照户主的时支斗鸡顺序排练，旁人即便拿了也做不了假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有闯入者！哎，自然有仙师去对付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拍卖行，主事者是个凡人，但后台很硬，朝南城里没人敢开罪的。他的后台就是我们青山。二位请留步，请二位出示宝树局请柬。没有。那些飞剑，不错，是来找我们的。那您应该清楚规矩，宝树局只能保证楼内客人的安全。如果您离开之后，我们就不会管了。当然，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您是不是我们的客人。俗世里，金子自然是最美好、最值钱的东西，但这儿是宝树居，得用晶石。你有吗？既然没有，那二位请回吧。这个行吗？这颗丹药应该是玄草丹，不是青山宗世月峰出产，而是出自中州宣化山。他怎么会有？二位，随我来吧。二位稍作歇息，拍卖会马上开始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找主事人？因为他不会说，甚至见着我们便会自杀，所以我们只能观察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麻烦。诸位久等了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1轮拍品，灵通山经一根。恭喜这位签字甲号房的贵客，拍得这株甘露草。本以为会有什么奇珍异宝，没想到都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山精丹药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抢。愿意花重金购买这些的，
应该都是些普通富商或者官员。对我们来说平常无奇的东西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则是延年益寿的仙药。而且大部分都被镇北军控制，能够流入修行界的数量甚少。如此一匣，可不多见呐。此物1000晶石起拍，诸位不要错过。诸位同道，我们是来自莫丘的医僧，今日冒昧相求一事，望诸位能将这定神冰片让与我等，用以治疗因此次大妖作乱而受伤的百姓。想不到，果城寺的高僧也会开口求助。这是不得已之举，毕竟举世皆知，他们很穷。高僧请放心，我玄天宗绝不参与此物的竞价。不错，子浩们亦响应此意。诸位稍安勿躁，高僧大德，我宝树居怎能袖手旁观？物主与东家刚刚传话，这份定神冰片便由我宝树居赠予果城寺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是件善举啊！既然是拍卖行，就要讲规矩。我都还没有出价，你就送了出去，宝树居还要不要自己的招牌了？朋友何出此言？按规矩行事，有何问题啊？阁下应该知道，这里是朝南城。哎呀，我当然知道是朝南城，你怎么不干脆把青山宗的大名说出来？说了又如何？难道你还敢对青山不敬？当然不敢，只是青山碧湖峰如今变了天，你觉得现在青山宗会管你们？我很想知道，你们宝树居现在还如此嚣张，究竟哪儿来的底气？说到嚣张，哪里比得过你们三都派？来到我们南河州，居然也敢与果城寺抢东西！禀告大师，并非本派想与贵寺作对，只是我派小主来南河州游玩，不幸在应城中了花毒。那花毒奇痒难耐，极为难受，需要定神冰片救治。我等实在无法相。我听说三都派不过是个小宗派，怎么连果城寺都不怕？和尚脾气好，不过果城寺高僧需要药物救治病人，这里的修行者是不会眼睁睁看着三都派轻易把药拿走的。我们出1000晶石。景阳真人的事与雷魂木其实没有关系，飞升失败在于阵法出了问题。雷破云敢偷雷魂木下碧湖峰，就敢在阵法材料上动手脚。大阵在神墨峰顶，他动不了手脚。我在峰顶并未看到任何阵法的痕迹，就连一丝残余的气息都没有。烟消云散，是那座阵法的名字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烟消云散，这名字真不吉利。修道者的飞升，对于留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就是死亡，本就不是什么开心的事。难怪是叔祖飞升，青山九峰竟然没有几个人真的高兴。如果材料没有问题，那阵法怎么可能会出问题？可能景阳真人当年学的阵法，本就是个错的。我出一颗玄草丹。啊，这玄草丹！长老，这……我们走。贵客，且慢。二位贵客可以再坐会儿，等东家来见个面再说。不必。这2个人难道是打算私下把那冰片交予果城寺的医僧吗？
你们想死吗？哼，不过是些不敢露脸的鼠辈。今晨城守市井，要抓的只怕就是你们。看来真是他们。虽说在朝南城这种地方，即便是修道者也不好随意杀人，但如果被杀的人本来就见不得光，那谁会在意呢？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应该在宝树居里便把药给那2个和尚，杀了他们，注意不要把药弄坏了。是，长老。这种威压，即便我在掌门的飞剑上也从来没有感受过。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神兵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杀过人了。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要比我当年强上很多。我倒想知道，青山里那些视赵腊月为仙女的弟子，如果看到这幅画面，会怎么想？别人怎么想，与我无关。剑火并不能完全消除痕迹。我并不是想着毁尸灭迹，只是想着巷子里死这么多人，若下着路过的小朋友怎么办？杀人不眨眼，可以称为冷酷。不忘这些细节，说明他是真的很爱这个世界。这与当年的师兄倒是有些像。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待了，走吧。果然是青山宗的道友，难怪7楼那个房间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拿出一颗玄草丹。朝南城离青山如此之近，那个三都派居然还敢如此嚣张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青山宗向来行事低调，你这话可说差了。啊！让开！都让开！见过大师。不知施大人前来有何事务？好叫大师得知，今日朝南城里连续发生2件事情，一者闯城，一者杀人，都是修行者所为。此事莫非与我们有关系？三都派的人死了，正是宝树居里想得到定神兵片的那些人。阿弥陀佛。不知那些道友遗体何在？老僧想过去念段往生经送行。遗体俱已被焚成灰烬，下手之人很是冷酷。大人莫非怀疑我与师侄？这是哪里的话？世间有谁敢怀疑果城寺大德？若不是因为定神兵片一事，三都派的人死了，你来找我们做甚？不知小师傅你可否知道那2个人的来历？是2个人吗？不错，一男一女，都戴着笠帽。不知道小师傅可曾见过他们？不可说。难道这是在打疾风？罪过，罪过。我这师侄正在修闭口禅，我们确实不知道那2个人的下落。抱歉，无法为大人提供线索。打扰了。希望此事
不要给道友带来麻烦。你这闭口禅且先修着，何时离开朝南城再说。去哪儿？黑龙寺。黑龙寺住持竹过的名声极臭，不知骗了多少富商倾家荡产，连贫苦百姓的治病银钱也不放过。更有传闻说，他私下强占民女，无恶不作。只不过这位大师与宫里某位贵妃娘娘有旧，各宗派不便多事，一直没有管过。还有多远？到了。到了，无章中进。西海剑派素来与我们青山不睦，你们此去海州城参加四海宴，要多加留意。是。走吧，英良。嵩山，你是我两望峰最优秀的弟子，代表的是青山，行事不可辱没宗门。放心，师兄。其实两望峰最优秀的弟子不是我，而是那个天生道种柳十岁。2年前，柳十岁从种室被送回青山时，一直昏迷不醒，高烧不退。醒来后，便被关进了尚德峰的监狱。尚德峰怀疑他偷吃了鬼木灵的妖丹，虽经过极其严厉的审讯，但也没查出任何证据。最后听说是掌门发了话，柳十岁才被放了出来。不过青山九峰里的所有人都相信他确实偷吃了那颗妖丹，包括他的师父白如金长老。如果就这样下去，可能柳十岁就会从此被人遗忘。但1年前，尚德峰忽然开始重新调查庇护峰左一师叔之死，说他有嫌疑，由段师叔亲自负责审问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没有把他关进监狱。不久，这件事也因为没有证据，不了了之。从此，一个曾受万众瞩目的修道天才，就这样无人问津了。今日请诸位到此一聚，就是为了与大家商议捉拿2个杀人魔头的。施大人，您说的这2个魔头是何来历？没有人知道。最早便是在朝南城，他们杀死了数名三都派弟子，也留下了一些线索。其后2年里，这2个魔头又陆续作案，共计杀害70余人。
其中有无辜的普通民众，也有修行者。大部分行凶都毫无来由，就像第一次行凶那般，似是随意所为。由此可见其心性之残暴。自前代神皇设下这青天司以来，我司处理修道者的事务已不下1000件，还从未见过如此恶劣的凶案。我升官已经2年，我这个副巡查查的就是这个案子。如果这次还抓不到那2个魔头，我也就完了。我对诸位宗派确实没有什么影响力，但如果确定自己会完蛋，说不得也要用最后的力气去影响一下朝廷对各宗门经史的配合发放。大人，你有什么吩咐就直接说，何必如此啊？我的意思非常清楚，朝廷的强者或者在朝歌城镇守中枢，或者在镇北军里与血国强者对抗。师兄，这人真啰嗦。早知如此，就不该来这儿。咱们何必理会青天司这种衙门？这点面子，总归还是要给朝廷的。修道者本就是与天命相争，看淡生死，杀人太过常见。若不是前些天刚被那2个人杀死的黑龙寺住持与宫中那位贵妃娘娘的关系，这青天司怎会如此郑重其事？也就是趁着西海剑派举办四海宴，他青天司才请得动这么多修行者。要是放在平时，哪来这么大面子？没想到这几年西海剑派把这四海宴办得有声有色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这西王孙还真有2下子。西王孙啊，此人确实不简单。西王孙这个人很神秘，4年前他忽然出现在海州，境界高深莫测。他在西海剑派的地位，仅在掌门西海剑神之下，权势极大。有人说他是剑神的关门弟子，有人说他是剑神的师弟，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剑神的私生子。不管是哪种说法，剑神都没有承认过，但也没有否认过。正是从这位西王孙出现后，海州城才开始举办四海宴。原本青山是不打算派人来的，但这一次，为什么没人怀疑青山宗？凶案最早发生在朝南城，正是青山宗的领域。你想死吗？我也是随口瞎说，二位大人莫怪。你们青山宗这个口头禅也得改改了，听着真吓人。施大人，不知那2名魔头有何特征，可留下什么线索？那2名魔头下手从无活口，所以并无太多线索，只知道他们一高一矮，一男一女，头戴笠帽，用的是飞剑。不过虽说线索甚少，但他们的行踪，我司已查得一清二楚。诸位请看，他们按照这条线索，那么后几日便会出现在海州城里。如果他们来了海州却不出手呢？那只好请西海算天阁的高人出手相助了。阿弥陀佛。这个诸位道友有没有注意到，那2个人一路行来，也杀死了很多妖怪，而死的那些人也并非善类。你这小和尚说的什么话？死的人里可是有我们3都派的弟子，我承嗣就是这么教门下弟子的吗？你闭嘴！赵道友，我这失职不懂礼数，胡言乱语冲撞了您，老衲这里给您赔个不是。哼！当初你们为给城中的凡人治病，与我3都派争药，一群凡人不过蝼蚁，死不足惜。可结果我派弟子给那2个魔头杀死，而药却落到了你们手中。当然，没有人敢怀疑果承嗣的高僧大德会与2个魔头勾结。但是小师傅现在说这样的话，也太过分了吧？今日就到这儿吧，诸位，到时还望相助。应该的。师伯，为何你不说话？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想对付的人是谁，就算不便明着说什么，
也应该告诉前面这2位啊。西海算天阁的命师最擅长推演之术，真被围住了怎么办？师伯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联系那青山宗。那2位道友哪里需要我们担心呢？你莫要添乱，继续修闭口禅吧。修到什么时候？自然是修到我们离开海州，或者那2位道友离开海州为止。你来这海州城到底是做什么？我来这里是想看一个人。你觉得殷三还活着？有人想对2位不利，请小心。抬起头来，狐狸精。你为何要骂人？确实是狐狸精。2位仙师究竟来自何处？为何能看出我的真身？2年前，三都派少主便是因为言语上轻薄了你，被你中了花毒吧？只是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妖修。当初若不是2位仙师杀了三都派那些贼人，那个淫贼必然还会盯着我。我是妖修，又没有宗派庇护，不管三都派来个长老还是掌门亲至，我都应付不了。所以我是真心感谢2位仙师，才特来示警。谁？青天寺。适逢四海宴，参与此事的修道者众多，有三都派的长老、大泽强者、果城寺高僧，还有青山仙师。你为何知道是我们？不便告知，还请仙师不要追问。2位仙师纵然法力高强，但敌人势众，还是不要在海州停留为好。杀了。随你。我见犹怜，要不然带回去给镇守作伴。会被咬死。那算了。你走吧。怎么打？全杀了。知道他们住哪？拜见2位师叔。师叔。那些人是我们杀的。师叔出山游历，偶见不平，出手诛杀，自是应当。只是，实在是杀的有些太多了。该死的人有这么多，那只好多杀几个。师叔此言有理，杀得好。两汪峰还不错，至少在这方面。师叔，您这次也是来参加四海宴的吗？四海宴？看来师叔还不知。这四海宴是西海剑派不服朝廷，仿照朝廷在朝歌城举办的梅会而推出的一场盛事。宴上也同梅会一般，邀请各宗派的青年才俊来参加比试，胜者会被赠予宝物。饶是如此，愿意来参加四海宴的前辈强者，以及那些声名远播的天才还是很少。我们不为四海宴，是来看一个人。莫非是西王孙？不错。师叔，我听说此人很是神秘，没几个人见过，四海宴上也不会现身。只有4位圣者在被馈赠宝物的时候，才能在云台里与他见面。四海宴上比什么？比的是琴棋书画。师叔若不想被人打扰，要不要我出面去青天寺把事情平了？不用，你们就当做不知道此事，到了必须表明身份的时候再说。弟子遵命。你为何要见西王孙？我怀疑他是一个人。殷三？不确定。殷三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坚持认为他还活着？那我们要去参加四海宴。我不会琴棋书画。
居然还有你不会的东西。你会吗？小时候学过几天，不感兴趣。随我来。我不是说过赶紧离开海州城吗？你们为什么不听话呢？你们要清楚，进来了，可就真的走不了了。石凤尘已经知道你们来了海州城，他布下了10多位修行者，你们在劫难逃了。当你们面对整个世界的敌意的时候，应该如何做？你需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帮助，或者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。不老林，你很聪明。听说你们是一个刺客组织。没有人知道你们是由谁创建的，地方在哪里，有多少成员。人们只知道，只要被你们盯住的对象，很快便会失去生命，就这样停留在原先的年龄，再也不会老去。你很了解我们，不过你应该不知道，只要加入不老林，什么都可以有，晶石有，真药也可以有。哪怕想要拥有修行界里的名声与地位，我们都可以提供帮助。我想要的，你们给不了。我很欣赏你这2年里的手段，所以才会出来见你。现在看来，你依然欠缺真正的勇气，踏进这个不是谁都有资格看到的真实世界。或者我应该在你们被青天司抓住、熬不住酷刑的时候，再来与你见面。快点！明明正在谈判，为何他会忽然暴起杀人？这太没有道理了。解药。你在不老林地位如何？中层，但颇受重视。为何？因为任何人都能被我骗，除了你们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何你们能看穿我。应城小荷是性情毒辣的女修，这是第1层伪装，实际上却是一个天生媚骨的狐狸精，这又是1层伪装。撕开这2层伪装，大概才能发现你是一个性情柔弱、天真纯洁的少女。只是谁又能想到，
这还是一层伪装。但只要不为外物所惑，这些又如何骗得过剑心通明？你们究竟是何人？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。何事？明年，或者更久之后，你会见到一个人。无论他想做什么，我要你助他。办成此事，我助你离开不老林。我确实想离开不老林，但我无法相信你。你只能相信我。那你如何相信我？我自有相信你的能力。我怎么才能知道您说的那个人是谁？见到他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知道。走吧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没能看透这两人中那名女子的底细。2年内，她杀了很多人，怎么杀的，不老林比青天寺更清楚。所以，我一直防着的是她。只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，真正可怕的是眼前这个人。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看着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着一块普通的石头，血海里转瞬即逝的一朵浪花。其实我一直很困惑，以他当时的真实境界，如果不是偷袭，不见得能制住我。但为何他的眼神，却让我的心里生出极度的恐惧，再也生不出作对的念头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，这是真正的无情，太上无情。2年时间，一路杀人，你就是为了让不老林注意到我们？不错，因为我要找他们。当然，这2年也是修行。你怀疑不老林与景阳师叔祖飞升失败有关？不见得是失败，现在无法判断关系。你说会来找他的人是谁？我希望他不会见到那个人。事情做完了？我还没有看见那个人。你要看的人不是他，真的是西王孙？学棋难不难？这是什么意义啊？这棋下啊，棋怎能如此下？我瞧着像个初学者。不对，若是初学者，怎会下到最后一轮？竟能一路下到最后。下棋这种事情，对他来说还真是最简单不过。婉书仙师因何摇头啊？海州终究是偏远小郡，四海燕声势虽大，却没有什么真正出色的人物。比如此时，棋道之争已至最后一局，楼内对弈的2人应该是四海燕里棋力最强者，行棋落子，却这般糟糕，甚至可以说得上粗陋。莫说童颜师兄或者我，就算是小师弟来了，也是能稳赢。
速度下得越来越快了，下这么快，难道他不需要思考吗？难道是想靠这种方法打乱对方的阵脚？这样的下法并非乱来，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不能急，他的棋艺虽然下得杂乱无章，但是却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漏洞。这小子下得这么快，让我越来越急躁了。想要阻止他下快棋的话，就要防这一手。哼，逼他犯错。怎么会？一瞬间就破解了我的胜负手。没有考虑时间，为什么还能下？难道就凭一瞬间判断下来的？不，有考虑时间。在老者长考的时候，他已计算出下一步各种的可能。啊？那岂不是要3、4倍的计算量？不，是几百倍的计算量。胜者敬酒。竟然赢了！哇！太不可思议了！婉舒仙师觉得此人棋艺如何？您说说，这局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棋艺很普通，如何有资格点评这位道兄？仙师何必自谦？听闻就连童颜公子与您对弈，也只让3子。啊？他说的可是那个曾在梅会上连拿3次魁首的童颜公子。童颜公子可谓天下棋道第1人，居然只让了3子，你也太谦逊了些。我的棋道与童颜师兄相比，有若烛火于明珠，如此赞誉，实在不敢当。但您绝对有资格点评一下今日的棋局。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棋下的杂乱无章，但不知怎么就……这位道友算力颇为惊人，只是略有些不好看。哼，若我这般下棋，肯定是要被师兄打的。满书仙师真是太会说笑了。中州派果然如传闻里一样，客套虚伪，令人生厌。请指教，我说这话如何虚伪？你觉得他的棋下得很差，又不肯明说，甚至想打他，这就是虚伪。哼，这不是虚伪，而是我想给你的同伴留些颜面。你觉得你有资格评价他？不错，我想告诉他，下棋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相信我，对他来说，下棋就是世间最简单的事情。哼，是吗？希望有机会领教一番。你不行，让你师兄来。感觉如何？有没有意思？不多。怎么讲？下棋不是自己修行，而是靠对方的错误获胜。这点比较无趣，而且太简单了。大人，他们快要入云台了，是否动手？慢着，
四海宴宾客众多，此时动手，容易出乱子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不急，三都派的赵无极已经主动要求，在云台里盯着这2个魔头。到时他会看准时机激怒对方，只要对方先出手，西海剑派事后自然不好怪罪朝廷，甚至可能成为最大的助力。其余人都在外面等着，通知西海剑派，让他们帮忙把剑书传入云台，别的先不要管。是。天落地亡一步，我看你们怎么逃！抬起头来。首领，真是楚楚可怜啊！此事怪不得你，是孤小瞧了他们。若非在海神庙的试探，孤也不知他们竟如此不凡。您不生我的气？孤为何要生气？能为我不老林寻得如此良才，你非但无罪，而且有功。况且他们参加了四海宴，这分明是有意投靠孤。至于杀人之事，不过是待下而沽。首领，若是这样，那是风尘送来的云书？赵哥的走狗而已，不必理会。待孤见过他们，再行定夺。是。林英良，四海宴。胜者入殿。我还是以为御剑当以剑柄朝前，剑尖朝后方为正道。哎，此言差矣。御剑自然是剑尖朝前，哪有剑尖朝后的道理？剑尖朝前不礼貌，但是啊，帅！恭喜晚书道友，您一人竟夺得书画2项头筹，真是厉害！啊，谬赞了，谬赞了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！莫西道友，恭喜了，真不愧是水月庵的弟子，您的琴声可谓天籁啊！
西海剑派的品味着实是穷而重富，粗鄙不堪。这位道友还真是说得对。哼，两个魔头，你们逃不掉了。宣齐道圣者敬酒觐见。你就是景九。姑知道那天夜里海神庙发生的事，你很有勇气，也很有能力，姑很欣赏。大道无垠，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放得更宽广些，不能因为一棵树就放弃了一整片森林。你说可是？你若有意入姑门下，有什么条件，尽可以提。若你不想投靠姑，为何要来参加姑的四海宴？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四海宴即将开宴，各位仙友还请落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位仙友不是他，走吧。哎，宴席还未开始，竟然要走，也太不给西海剑派面子了吧？师兄，不好！石凤尘还未到，我们得拦住他们。二位，宴席之上居然还戴着笠帽，你们就这么见不得人？哎，三都派何长老，这是？还是说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不敢见人啊？哼，还是说你生得很漂亮，舍不得给别人看？哼，大爷，我就喜欢漂亮姑娘。如果你真能入我的眼，我一定会好好疼惜你，啊！师弟。怎么了？这不想杀人了！究竟是什么剑，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杀意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当众行凶！好叫诸位仙师知晓，这个凶徒正是朝廷追缉的要犯，2年来杀害了近100人，作恶多端，切莫让他给逃了。三都派数位师侄和赵师弟的血债，今日你便一道还了吧！林英良，
你疯了吗？难道青山宗还想包庇这妖女不成？赵无极对我师叔无礼，自然该死。你师叔什么师叔啊？师吗？哦，原来是这个关系。妖嵩山见过神墨峰主，见过景长老。这个妖女，哦，不是少女，难道就是新任神墨峰主赵腊月？想不到啊，原来是青山神墨峰主大驾光临，令我四海燕蓬荜生辉啊！更想不到景九道友竟是青山宗的长老，方才本王失礼了，还请见谅。怎么了？你表明峰主身份，西王孙便亲自现身相迎。如果早知这般容易，我先前何必在孤山下那几盘棋？看来只是数年游历，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不足。难道青山宗的大人物就可以随便杀人吗？不错，当日在朝南城，我派弟子心急同门伤势禁药，只是这等小事，何至于死啊？只是小事。当日果城寺2位高僧想用那药救治被鬼木灵摄魂的朝南城民众，宝树居里的修行同道与富商都放弃竞买，愿意相助这等善事。结果你派弟子就因为你们少主中了些花毒，有些发痒，便从中作梗，仗着三都派豪富一路加价。赵师叔哪看得下这等行径，用一颗玄草丹拍得冰撇，事后想要赠予果城寺2位高僧，却被你派弟子拦住去路，想要抢药。他们不知我师叔身份，还想杀人。这种人，当然该死。阿弥陀佛。贫僧当时正在宝树居，还有很多同道也能证明。果城寺的僧人无瑕无尘，从不说谎，看来真的都是三都派的问题啊！啊，居然杀人越货，真是土匪行径。那其余那些人呢？本官想知道他们如何得罪了峰主。那些人没有得罪师叔，但肯定得罪了青山的剑。剑欲不平则鸣，那些人因何死在师叔的剑下？我想你比谁都清楚。哼，难道就不需要给个交代？我青山剑宗杀几个贼人还要交代？啊，师兄此言不妥。即便欲不平而拔剑，试射性命，总还是应该慎重些。这也未免太滥杀了。太重了。连3月是你师叔？就算是你们青山掌门见到我师叔，也是直评礼，而你居然直呼我师叔的名讳，当真无礼。你可知你师叔为何叫连3月？当年雪国南下，皇朝正统中断，世间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，更有匪兵当道，以难民为军粮。你师叔刚好下山，3个月内连杀4万人，烧了17家匪寨，世称烽火连3月，然后他才有了这个名字。你瞎说什么？我师叔性情温和，怎会行事如此？反正我师叔杀的都是恶人。哼，难道我师叔杀的都是好人？走吧，回青山。希望能够在梅会上见面。我说过，你不行，让你师兄来。他说的师兄莫非是指，自然就是童颜，修道天赋冠军中州的童颜公子。腊月仙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代表闭口禅可以不用修了。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
果然仙家风范啊！哎，本以为闹这么大一定不能善了了，没想到最后这么多人就这么看他们走了。要不然怎么办？人家可是青山宗的，修行修的本就不是打打杀杀，修的是人情世故啊。修行修的不是人情世故，修行就得是大道求长生。为此当了结因果，超然物外，这才是仙家风范。错。修行者身处世间，不免沾染红尘，何谈超然物外？既如此，那就有责任掌控天地，建立秩序，带领万物走向新世界，不是吗？这方天地自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则，力量远比你我强大，根本无需人带领。大错特错！万物皆蝼蚁，唯修道者傲然天地，自当冲破规则，统领万物。这是造化，也是天命。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走你，别来烦我。